那一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，商品经济的热潮席卷了全国的大街小巷，不少人靠着倒卖服装磁带成了万元户，甚至连公务员也纷纷下海。在当时还流行着这么一句顺口溜，叫10亿人民9亿商，还有1亿待开张。像北京的地摊旧货市场是人山人海，各式各样的商品让人目不暇接，从古董字画、核桃文玩到齐天大圣，无所不有。在此起彼伏的小贩中，不乏一些清华的高材生。每逢周末假期，他们便来做点邮票、文玩之类的小生意，赚上几个零花钱。包括在日本留学多年的海归也放下体面来支摊，专门维修一些进口的高端电器。当时在商品经济的热潮中，读书无用论这样的歪道理一度非常流行。所以小学生赚大钱，大学生赚小钱，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，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。而北京贵为五朝帝都，无论是文化还是小吃美食，都吸收了五湖四海的精华。在这里，你能吃到传统的桂花切糕、羊杂汤、吊炉烧饼、艾窝窝，也能吃到武汉的煎豆皮，价格经济实惠。像国营的炸灌肠一盘只要5毛钱。说到美食小吃，不得不提的是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四川。但拿成都来讲，小吃都不下100余种，口味从麻辣鲜香到酸甜软糯，可以说是百味俱全。因此在成都，小吃都是一套一套的卖。在这家开了40多年的老字号里，普通套餐只要2块1一套，包含了龙抄手、赖汤圆、蛋烘糕、中水饺、烧麦5种小吃，外加1碗银耳羹。另外还有种高端套餐，只要花上4块1毛5，就能将成都所有的主流小吃一网打尽。在宋朝文人的笔下，重庆火锅是浪涌秦江雪，风帆照晚霞。而对重庆人来说，火锅就是生活，7分岁月有3分都是涮在沸腾的红油汤锅里。在80年代，重庆最有名的火锅店要数国营的141。相比其他餐馆，他家的汤锅底料要更加的鲜香浓郁，食材也很新鲜，鸡鸭鱼肉都是当天现切现杀，不存在冰冻货。正如店名一样，111、22，绝不偷工减料。而最早吃火锅的人多是一些江边的苦力工，由于一个人负担不起一锅油，往往会和其他客人一起拼桌，这便形成了9宫格的吃法。城中暮鼓有鉴真和尚东渡扶桑的翻影，车马喧嚣有马可波罗风尘仆仆的足迹。公元605年，隋炀帝为了将南方和北方的水路连接起来，于是征调无数民夫开凿了一条长达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。起初这条水路只是用于运输官府所需的粮食物资，但渐渐的商人也开始利用它进行贸易，这使得江苏一带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，逐渐成为了中国的钱袋子。盐城以盛产海盐而得名，曾有淮盐出天下咸的美誉。不过作为江苏面积最大的城市，它却远远不如苏州、扬州、南京那么有名气。在盐城众多的小吃美食中，狗府酱生姜是最有名的早点神器，其味鲜甜脆嫩，余味无穷。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薄如蝉翼。注意，这不是一个文学比喻，盐城的生姜真的可以薄到放到报纸上都能透出字来。且这种姜片已经完全实现了流水线生产，负责切片的工人均经过了严格的训练。正常情况下，1寸姜可以切100多片，1分钟可以切200多刀。人们常说味在四川，吃在广州，因为四川菜系讲究的是不同味道的搭配与调和，可以说是一菜一格，百菜百味。而广州是海陆空湖无所不吃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你吃不到的。如果把中国的几大菜系比作金庸小说的江湖门派，那么川菜就好比五毒教，变化多端，招招辛辣，特别是毒怒暗器麻椒，常常抓人食欲于无形。淮扬菜则相当于古墓派的玉女心经，采苏杭天地食材之精华，品尽本味之鲜美。而粤菜好比丐帮，肚子饿起来无所不吃，一套降龙18勺下来，更是受鸟蛇虫，无一幸免。潮州位于南海之滨，这座城市的历史非常悠久，从有华夏文明就有它。潮州人向来爱拼敢闯，很有生意头脑，一度被称为东方的犹太人。特别是在东南亚一带，潮州人和福建人几乎占了财富排行榜的半壁江山。虽然潮州人很会做生意，但家乡的经济受限于地理位置等原因，远远不如佛山、广州、深圳发展的好。
当年就连李嘉诚这样的大拿来了也没有抓住机会。如果说吃在广州，那么喝便在潮州。曾经我认识一个潮汕的朋友，每次出门旅游，他行李箱里装的全是茶具，就连那个1米长的大茶盘也得带上。旅行途中一言不合就是一顿功夫茶。正是在他的熏陶下，我才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茶文化，明白了泉水和自来水的微妙差别。后来当我在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也就理解了妙玉为什么要积攒旧年的梅花雪水来泡茶，那样的精致和细腻，我想正是生活的动人之处。在潮州街头，功夫茶可以说是无处不在。就拿这个小小的公园来说，约上3-5个好友往内一坐，从捞井里打上一桶清冽的井水，倒在陶壶里用炉火烧开，接着用它来洗茶温杯。泡茶的时候还要讲一个高冲低试，如此方可品饮。先不说这茶的味道如何，就拿烹煮的过程氛围来说，也是别有意趣。春风十里繁华梦，世外桃源景不同。车开摩托呜呜响，急似风驰快若龙。吃的是山珍海味奇异品，穿的是时装衣服反欧风。说不尽坐拥资财家富足，面团团坐富家翁。待到那夜深人静归家去，只听得无线电车响叮咚。在旧时的风情唱词中，上海是一个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。在张爱玲的笔下，上海是老弄堂旧路灯，男男女女打扮的花枝招展，而华衣礼服下却爬着几只不大不小的虱子。他的字就像一根针，刺开了老上海的真实样子。在80年代的上海大街上，你能看见车水马龙、高楼大厦，也能看见弄堂里的老式手提马桶。这低矮的弄堂几乎都有上百年的历史，尽管几经翻修，但仍然改变不了狭窄的面积，往往都是一家老小挤在一间10平米左右的屋子里。这样一来，厕所自然成了无处安放的尴尬，于是手提马桶便应运而生了。每天清晨弄堂里此起彼伏的洗刷声，就像一首交响乐刻录在了一代人的脑海里。而在1975年之前，会有专门的环卫工上门收集粪便。正如周璇歌里唱的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机，多少声音被它唤起。后来环卫局在数千条弄堂里搭建了小道口，同时还建设了大量的公共厕所，才让手提马桶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那么本期解说就到这里，更多的历史修复影像请点开我的主页翻看。如果觉得我的作品还不错，请长按点赞支持。